第一次见面，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脱掉了袜子，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没有脚趾甲。不仅如此，他连手指甲也没有，指甲的位置光秃秃的，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，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，一拿起来就会滑下去，杯子在手中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。大家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真的看不到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，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，手上也总是伤痕累累的。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，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。医生说他患有一种名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罕见疾病，由于是遗传性的，所以没有根治方法。其实这些大叔都无所谓，他在意的是女儿。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，看到女儿有着正常指甲，大叔激动地哭了。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现在大叔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每天都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大爷因为头痛去医院拍片，却引起了军事专家的注意。专家对着 X 光片测量，结果更让他傻眼，大爷脑袋里竟然有一颗子弹，而且是军队常用的7.62毫米子弹。子弹已经在脑袋里存在了50多年，但大爷本人完全不记得子弹是怎么进入头部的。既然是军队常用子弹，那大爷肯定与军队有着某种联系吧。大爷说自己年轻时参过军，打过仗，头部也受过重伤，后来慢慢恢复了，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残留一颗子弹。那为什么被子弹射中，他还能活下来呢？这很不科学。专家说是有这种可能的，子弹应该属于榴弹，也就是经过障碍物反弹的子弹，不在有效射程内，所以才没造成重大伤害。而且子弹的位置在额叶右侧，这部分没有太多功能，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明显症状的原因。但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，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5毫米，要想把子弹取出来，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。而且大爷今年70多了，暂时没有太大问题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。大爷也觉得，既然子弹在脑袋里待了50年了，也不差这几年，就让他安静的陪我到老吧。大妈刚从银行取了钱，却故意丢在了板凳上，把钱还给他，他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，接着放声大笑。看到有镜头在拍他，大妈神色慌张地跑开了。走访一圈才知道，这大妈的反常行为还不止这些。附近菜市场的商贩都收到过大妈送的钱，每天送2万韩元，丢下钱就走，从不说话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场安装监控，经过漫长等待，大妈终于出现了。大家偷偷跟踪她来到银行，只见她取完钱又随手送给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门后又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一出手就是3万韩元。大家继续跟踪，发现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。在买了几个汉堡后，她开始给身边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个，她一口没吃，直接丢进了垃圾桶。这种怪异举止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妈家，才发现她家并不富裕，甚至还有点破。问她为啥要给别人钱，大妈却一口否认。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钱视频，大妈立马改口，说自己是奉命办事，是山神让她这样做的，然后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离谱，看起来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还发现大妈财务状况并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万多韩元，甚至水电费都没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难。大家去社区街道走访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医院看看了，结果一听去医院，大妈直接哭了起来，说自己必须要听山神的话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，让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来病得确实不轻啊。经过连续几天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和心理医生交流过程中，大妈还是不断的胡言乱语。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之前收到过钱的商贩听说大妈的情况后，都表示要把钱还给大妈，还要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，赶快好起来，省流。大妈得了精神分裂症，整条街只有这棵树，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，鸟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的拿头撞树，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，脑袋锻炼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，这样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，还让记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大叔还一脸傲娇劝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。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，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。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，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
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脱下拳击手套，拿上锤子，成了一个修鞋的。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。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，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拳击馆。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熟练地缠上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疏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妈端着刚熬好的牛骨汤进了厕所，直接用骨汤洗脸。她说必须要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，这样对皮肤才好。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洗完脸后，她竟把生牛肉当面膜，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，血水还不停往下滴，用完也不浪费，直接吃掉。最急的人是她妹妹，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，容易引来非议，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，去医院检查发现身体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，但她并不在意，反而还让记者也试一试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，边涂边问记者敢不敢动，完事还让记者尝一口。记者含着生肉，迟迟不敢往下咽，因为每天吃新鲜牛肉开销太大，他没事就要去餐厅打工，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。老板看到也不敢说什么。下班后，他来到海鲜市场，这又要干啥呢？只见他选了一条鱼，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抱起来就啃。不一会，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。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？大家带他来到医院，结果在肠道里竟然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绦虫。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，还告诫他，为了健康不能继续生吃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奶奶只是吃了一勺东西，孙子却面目狰狞地看着他，因为奶奶吃的东西实在奇葩。随后拿出自己的假牙，在上面又挤了2道这东西，接着戴了起来，看着属实恶心。一问才知道，这东西竟然是眼药膏，而且奶奶已经吃了4年，她一定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吧？眼药膏在她手上，除了不用在眼睛上，哪里都能用，根本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。奶奶说，尤其这脚气一绝，今天涂明天好，实在是居家必备良药。节目组问她吃起来是啥感觉，奶奶一脸沉醉，说入口绵柔回味甘甜。吃饭时，奶奶又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，说这样就可以啃得动骨头，还能帮助消化。原来奶奶一直有肠胃方面的问题，也吃过一些药，但有严重的副作用。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吃了1次眼药膏，结果胃里一下就舒服了，就这样一直吃了下来。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，劝她不要再吃，但奶奶根本不听，最后被家人带到了医院。检查下来，医生明确表示，眼药膏不是万能的，不仅没能帮助她，还引发了食道炎，必须停止这种行为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爷没病，却在家里常备1箱狗皮膏药，每天睡觉前，妻子就会帮他贴膏药，手上、额头各来1个，耳朵、下巴也不能少，除了眼睛，全身都贴满了狗皮膏药，像个木乃伊一样。现在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，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，啃骨头比狗啃的都干净，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，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，所以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。街坊邻居都不能理解大爷的迷惑行为，而且长期贴膏药还对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，有些部位都出现了溃烂。检查后发现情况更严重，大爷患上了接触性皮炎，必须要停止使用膏药。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呢？经过心理咨询才知道，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坑里，过了3天3夜才被救上来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做噩梦，每天都感觉有东西在身上爬。偶然贴了1次狗皮膏药后，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。医生给的建议是定期来医院做辅导，慢慢改变想法，做噩梦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。他把600斤的野猪当儿子养，会骑着野猪去买菜，速度还能调节，只要扭一下耳朵，想快就快，想慢就慢。他直接成了街上最靓的老头。大爷还会和野猪一起睡觉，野猪每天叫他起床，熟练地打开窗户，对着主人就是一顿杀猪叫。大爷如果想赖床的话，他会反复开关窗户发出噪音。看起来野猪应该是饿了，大爷起身去厕所给野猪做早餐，刚做出来的就是热乎，野猪吃的一脸享受。野猪是他爬山时意外捡到的，当时很小一只，很可爱，没想到他才3岁，身长就超过了1.9米，体重也接近了600斤。不过还好，野猪很温顺，能听懂人说话，可以和狗一样握手，大爷可以随时骑在它身上。不过被大爷骑久了，野猪也会调皮的想骑一下主人，大爷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被600斤的野猪压得死死的，差点压出了腰间盘突出。大爷每天还会带它去遛弯，野猪也很听话，过马路会跟着主人走天桥。路过一家猪肉店，它突然停了下来，奇怪，怎么闻到了妈妈的味道？他莫名感到有一股杀气，吓得赶紧扭头就走，乖乖的跟着大爷回家了。最后和大爷来个亲亲，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。这样的宠物你想养一只吗？这只狗每天坐公交车去找女朋友，只见它熟练的上车，和司机打过招呼后，疯狂的摇着尾巴来到后排。大家都认识它，很多人坐车就为了看它一眼，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。如果说有老年人的话，它还会主动让座。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。
有好几个地方我还没尿过呢。他知道什么时候下车，会提前来到司机旁边，摇摇尾巴，再叫2声示意下车。下车后来到一家餐厅，一进门就开始撒娇，原来这是他的家。主人说有次他2天都没回家，于是就去外面找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公交站牌，却看到他从公交车上跑了下来，也不知道他跟谁学的。主人说这样也挺好，自己遛自己很省心。吃饱喝足的狗狗躺在炉子旁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就想要出去玩。主人解开链子，他立马跑到路边等公交车。大家决定跟着他，想看看他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他下车后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了一个小亭子，一只卷毛狗高兴地迎了上来。原来这就是他每天约会的女朋友，没想到女朋友还是混血的，体格比他大了1圈，但这不重要，小别胜新婚。2只狗紧紧抱在了一起。零下10度的天气，大妈却开在22台风扇，一开就是24小时，还说不开就会死。房间内外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大妈就这样整晚守着监控。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她说家里有毒气，风扇呢可以让她避免受到伤害，说整个房子都会泄露毒气，尤其是地板和墙壁之间，把缝隙堵上后，味道呢反而越来越大。说着呢就掀开了地板，地板上呢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。怕大家不信，她突然又打开了监控，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着摩托车用针头往她家注入气体，墙上的洞就是证据，她会及时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呢又会出现新的洞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随后大家决定去问问邻居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结果邻居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，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。大妈则表示这个很明显就是冲她来的，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她，大妈也不知道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呢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。这样痛苦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半。然而记者在他家却始终没有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为了缓解他的焦虑，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大妈表示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阁楼。专家检测一番，还真发现了异常，确实有非常微量的煤气泄漏，不过呢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并没有任何其他有毒气体。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，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有害气体。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，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没办法了，大家提议今晚跟大妈一起住，不开风扇看会不会被毒死。结果一觉醒来，大妈神清气爽，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，而且呢睡得很香。她担心大家走了之后毒气又会重新袭来，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。虽然儿子之前建议她接受治疗，大妈却说自己没疯也没病，还生气地认为儿子不信任她。经过节目组不懈的劝说，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。通过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表示这个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，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，悲伤过度导致的。而且呢之前和养鸡场的人发生过矛盾，所以才开始怀疑养鸡场要害她。经过长期的心理治疗，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，最后呢把风扇都去掉了，现在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了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3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黑猫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，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，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，转个不停。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有个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上器材运动起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小时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节目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半个小时。这时公园的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，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发生的事就多少有点诡异了，他在墙上不能挂任何小孩的照片，只要一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，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墙，每过5分钟墙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。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不仅墙会响，地板也开始震动，尤其到了晚上声音更夸张，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，甚至到了只有吃药才能睡觉的地步。主人说已经有3年没能好好睡觉了，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声音的设备都拆了，声音依然没有停止。奇怪的是邻居家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邻居怀疑会不会墙里藏了什么东西，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，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。工作人员趴在墙上等待声音出现。뭐야 이거 뭐야?
声音远比想象的大。节目组猜测会不会是建筑工地的声音，但他家附近并没有施工现场，锅炉和水箱也检查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专家发现楼下的水表管道有问题，一旦过水，水管就会震动。专家关闭了水管，果然声音都没再出现。接着再次打开水管，声音再次出现。专家解释说，声音就是水压造成的，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，然后又引起了墙壁震动，进而产生了声音。随后改装了管道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，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这就很诡异了。房子呢还是租的，才住进来半年而已，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，他怀疑自己住到了凶宅，难不成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？主人现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后来到厕所，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。主人决定豁出去了，在厕所安装了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竟然是他家的猫。猫难道会上厕所？主人说等他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咪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了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，表情十分严肃。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？专家说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，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现在呢，如果厕所门关了，猫还会叫个不停。为了方便它上厕所，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，如果它能冲马桶的话就更好了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啊，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。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。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。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
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呢，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。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。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，出来呢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，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这就对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，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。真的是奇怪。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没办法了，请专家吧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很稳定，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，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，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，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。师太说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净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一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？师太说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。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滩死水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，这次未能如愿，里面还是静悄悄的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节目组决定拆电梯，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。工作人员不放弃，继续翻找，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？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，还真是树蛙的叫声。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，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。解决了寺庙的问题，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这把他吓了一跳。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？有时候主人气不过，用力敲2下，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真是见了鬼了。主人拿的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，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天生就有2个胃，一次能吃100个肉夹馍，吃自助餐盘子都能堆到天花板。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课，但这仅仅只是开胃菜。接着来到路边摊，又吃掉了10份烤冷面，这属于他的餐后甜点。这样下来一顿午餐就算吃完了。来到公司直接冲进了厕所，还说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别人臭。每天都是上班、餐馆、厕所3点一线。下班后他来到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垫垫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夹上3块，再放上1勺芥末，一口吞了下去。很快10斤肉就进肚子了，现在感觉有6分饱了。回家又做了1份辣酱拌饭，还加了1管芥末，说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辣。之所以这么能吃呢，是因为自己天生有2个胃。工作人员肯定不信啊，带他来到医院，医生也不信，从来没听说过有2个胃的人。接着给他做了胃镜检查，医生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2个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观察他的消化过程，当他吃下东西，胃部很快凸出来一大块。医生说其实他没有2个胃，只是他长期暴饮暴食，胃被撑大了1倍而已。为了健康必须要控制饮食，小哥也表示会慢慢改变饮食习惯。之后他还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给大家传递健康的饮食理念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小哥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痣，从脖子一直延续到后背，上面长满了毛发，又粗又硬。
镜，工作人员摸了摸，非常扎手。小哥说刚开始只是一个小黑点，慢慢的就长成了一大片，甚至腿上也长了大大小小的黑痣，走到哪都是别人议论的焦点，围观群众都看懵了。但小哥很大方，还主动让人摸摸看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小哥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不会刻意把黑痣隐藏起来，别人的指指点点小哥并不在意。然而小时候却不是这样的，上学时一直遭到同学的嘲笑，都说他是怪胎，还给他起了很多外号，这让他很自卑。老师一直鼓励他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让内心充满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从那之后，他会大方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妈妈说之前家里穷啊，没钱给儿子看病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不过呢，节目组就是大气，直接带小哥来到大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因为黑痣一直在生长，现在要先确定黑痣是否病变。接着一番全面检查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。听到这话，小哥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。我觉得小哥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家人更生气，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按在凳子上，他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他却能转360度，还说一点都不疼，圆规画圆都不用倒手，一气呵成，洗碗也变得很方便，还上过节目，主持人都看懵了。然而他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，他觉得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医生说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要大，骨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这种技能好像还遗传，他女儿也能360度转动啊！不仅如此，他弟弟也有过人之处，弟弟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舌头轻轻松松可以舔到鼻子，如果借助外力的话，甚至能够碰到眼睛。和朋友一对比，比朋友的舌头长2倍，吃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干净，酸奶底部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舌头？医生检查过后说，一方面是有遗传原因，另一方面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，经过测量足足有10厘米，好像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，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，大家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，他就会打嗝。看到电视上有人摸肚子，也会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节目组觉得大姐是故意的，大姐一口否认，还说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等容易打嗝的东西。问题是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她去过很多医院，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医生都以为大姐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姐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她来到大医院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啊，这个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呢，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肚子，按着按着吧，自己就情不自禁的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不停的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说，按摩过程中碰巧打嗝，丈夫肚子也碰巧好了，这让大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问题不大，以后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慢慢就会变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打嗝更严重，她一天24小时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年，头发都掉光了，她得了高血压，甚至暴瘦了22斤。她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抬着头后仰，躺着喝水，一直吃柠檬，都无济于事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她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她好受一些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就从那时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呢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中枢神经，进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才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肿瘤之类的，但应该是良性的，有一种药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长，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的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大叔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解决了大叔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，大叔一天要喝20瓶可乐，一口气就能干1瓶，家里摆满了各种可乐。然而喝可乐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治疗打嗝。大叔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嗝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必须要喝可乐打嗝才会停止，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重新打嗝，他必须不停的喝可乐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，暴瘦了几十斤。大叔尝试了很多方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，一番测试下来，结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大叔决定
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번복하더라고요.大叔干活时打嗝又开始了，身边没有可乐，只能把玉米杆捅进喉咙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晚上睡觉，大叔也要准备一个痒痒挠，打嗝的时候就要把它塞进嘴里，效果不明显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睡觉。来医院做了各项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这时大叔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8年前，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。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到凌晨3点50分，手机都会准时响起，而且手机会自己接听电话。电话那头一个女生一直重复说着我爱你。更奇怪的是，没有任何通话记录。刚开始呢，以为是手机有毛病，维修人员看了半天，却说一切正常，这很不科学。而且手机号是自己新办理的，除了家人，没人知道。大妈还说之前做过噩梦，梦里的人说要把她带走。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，甚至得了恐慌症，浑身哆嗦，要吃药才能入睡。这诡异的现象每天上演。大叔说感觉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，好像是鬼的恶作剧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第二天查看录像，手机依旧自动接听，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我爱你，依旧没有通话记录。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可思议，突然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，点开一看，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0。大叔皱着眉头一脸无辜，我不记得定过闹钟啊，但就算是闹钟的声音也不应该是女生啊。工作人员点开闹钟铃声一听，就是一直重复我爱你的女生语音，而且是录制的通话声音。工作人员认为这声音就是大叔和妻子通话时录下来的，声音就是妻子的，因为录制的声音会发生变化，所以没有听出来，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。下面小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，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，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这让他感到害怕。有人说之前一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。听完这句话，小哥当场就快吓尿了，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。没办法，节目组找来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问题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响了起来。这就很奇怪了，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是傻子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细微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而且发现天桥上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专业仪器测量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也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，解决了小哥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的车又遇到了新问题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就会离奇失灵，触屏一点反应没有，但是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，而且在对向车道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工作很正常。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个高速，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持续了好几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。而且据他了解，这个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，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？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测试，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一切正常，专家猜测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，随后用设备检查附近的无线电信号，没有任何发现，接着检查了导航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经过了解，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，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直行的方向看看有什么反应，没想到直行后导航正常了。这时专家看到远处的指示牌，瞬间恍然大悟，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，系统更新完再次经过收费站，果然就正常了。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，原来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，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，导致导航无法识别，崩溃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